我一直以为我的联姻夫君是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贵公子，直到我发现他竟然在我回娘家省亲期间，把我的陪嫁院落那座我母亲亲手设计的听雨阁借给了他那柔弱不能自理的远房表妹居住，还美其名曰姐妹情深，给她个栖身之所。看着那表妹穿着我的衣裳，在我的阁楼里与她谈笑风生，我面色如常。只是回府当晚，我直接调集府里所有家丁，将那听雨阁从根基彻底拆毁，一草一木都不剩。既然夫君如此慷慨，那就让这院落化作一片空地，供您和表妹共赏。没有边界感的怜惜是对我正妻地位最恶毒的挑衅。我的地盘容不得这种鸠占鹊巢，毕竟我的东西宁为玉碎。审问，你疯了！傅锦言冲过来时，听雨阁的最后一根房梁正轰然倒塌，尘土飞扬，将他那张俊雅的脸蒙上一层灰败。他眼中的温润荡然无存，只剩下烧得猩红的怒火。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前，神色平静地看着他。夫君何出此言？何出此言？他气得笑出声，指着那片空地，手指都在颤抖。你把听雨阁拆了，还问我何出此言？审问，我竟不知你心肠歹毒至此。他话音刚落，身后传来一声柔弱的惊呼。林楚楚被人扶着，踉踉跄跄地走来，看到眼前的景象，她脸色煞白，美眸中瞬间蓄满了泪水。表嫂，这是怎么了？她穿着一身我未曾上身的云锦新衣，若柳扶风，我见犹怜。傅锦言立刻转身，楚楚，你别怕。他回头瞪着我，像是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审问，你还有什么话说？楚楚她无父无母，孤苦无依，我不过是让她暂住几日，你为何要如此咄咄逼人，连个安身之所都不肯给她？夫君说笑了，这偌大的傅府还缺他一间客房吗？傅锦言被我问得一噎，脸色更加难看。听雨阁空着也是空着，楚楚身子弱，那里的景致好，有助于她养病。我以为你身为正妻该有容人之量，没想到你竟如此善妒。善妒？我的陪嫁院落被夫君随意赠与他人，我不但不能有异议，还要感恩戴德，否则就是善妒。你……傅锦言被我堵得哑口无言，林楚楚在他身后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泪眼婆娑地开口：表哥，你别怪表嫂，都怪我，都怪楚楚不好，不该住进这里，惹表嫂不快。他说着转向我，盈盈一拜，声音哽咽。他这番话字字句句都在认错，却又字字句句都在给我上眼药。果然，傅锦言的怒火被他撩拨得更旺了。他一把将林楚楚拉起来，眼中满是怜惜。这不关你的事，你何错之有？审问，我命令你立刻向楚楚道歉。周围的家丁下人都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但那一道道看好戏的目光却像针一样扎人。我看着傅锦言那张正义凛然的脸，忽然觉得有些陌生。这就是我成婚1年的夫君，金陵城人人称颂的谦谦君子，傅大学士家的长公子。此刻他为了一个外人，逼迫他的正妻向一个鸠占鹊巢的女人道歉。道歉？对，道歉，为你的恶毒和嫉妒向楚楚道歉。林楚楚的眼中闪过一丝得瑟，虽然稍纵即逝，却被我看得分明。她柔柔弱弱地劝着：表哥，算了，表嫂她不是故意的。她就是故意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心胸狭隘的女人。夫君若执意如此，那便休了我吧。此话一出，满场死寂。你说什么？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清晰地重复道：我说，写下休书，我自会离开傅家。他身后的林楚楚娇弱的身子猛地一晃，竟直直地向后倒去。傅锦言惊呼一声，连忙抱住他，口中急切地喊着：快去请大夫！一片混乱中，他抱着昏迷的林楚楚经过我身边时，脚步一顿。审问，你最好想清楚，惹怒我的下场。我的下场就是被禁足。傅锦言的母亲，我的婆母傅老夫人，在听闻此事后，立刻赶了过来。锦言，你媳妇既然病了，就让她在自己院里好生休养，府里的钟馗我暂时替她管着。一句病了，就将我的过错轻飘飘地接过，却也实实在在地夺了我的权。傅锦言没有异议，儿子听母亲的。他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仿佛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摆设。我站在原地看着这对母子一唱一和，心中一片冰凉。成婚前，我父亲曾握着我的手，郑重地对傅锦言说：小女婉婉自幼娇养，听雨阁是她母亲亲手所绘图纸，一草一木皆是心血，此阁陪嫁，望你珍之重之，亦如珍重婉婉本人。那时傅锦言是如何回答的？岳父大人放心，谨言此生定不负审问。
听雨阁在，谨言对婉婉之心便在。言犹在耳。如今听雨阁化为废墟，他对我的心也便如此了。婆母处置完我，楚楚那孩子怎么样了？可有被吓到？傅谨言的脸色缓和下来，带着一丝愧疚。大夫说急火攻心，并无大碍，只是受了惊吓。儿子让他先在我的书房旁边的暖阁歇下了。那是个可怜的孩子，父母早亡，寄人篱下。谨言，你身为兄长，理应多照顾他。他说着，意有所指地瞥了我一眼。不像有些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一点容人之心都没有，平白丢了我们傅家的脸面。我垂下眼帘，不与他争辩。母亲教训的是我的顺从，似乎让婆母觉得无趣。她冷哼一声，又道：“我傅家最重门风规矩，你既嫁入我傅家，就要恪守妇德，收起你那套将门小姐的做派，善妒骄横，乃为妻出之条。若非看在你沈家还有几分薄面上，今日我便让谨言休了你。”字字句句如刀子一般。我嫁入傅家1年，自问循规蹈矩，孝顺公婆，打理中馈，从未有过行差踏错。如今只因我毁了一座属于我自己的院子，变成了善妒骄横的恶妇。母亲说完了吗？我抬起头，平静地问。婆母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你这是什么态度？儿媳没有态度。我淡淡道：母亲的教训，儿媳记下了，若无他事，儿媳想歇息了。你，婆母气得脸色发青，傅谨言皱起眉头，上前一步，语气中带着警告：沈婉，不可对母亲无礼。我看着他，忽然笑了。夫君，你是在教我何为礼吗？在你将我的陪嫁院落拱手让人时，你的理在哪里？在你为了一个外人逼我道歉时，你的理又在哪里？在你与母亲合谋夺我管家之权时，这傅家的理又在哪里？我一连3问，问得傅谨言面色铁青，一个字都答不出来。婆母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厉声尖叫：反了，真是反了天了！来人，把这个不敬尊长的逆妇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踏出房门半步。几个膀大腰圆的婆子立刻上前将我围住，我没有反抗，只是在被他们推搡着进屋之前，我最后看了傅谨言一眼，他的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与不忍，只有厌恶和冰冷。房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随即传来落锁的声音，我被彻底囚禁了起来。窗外传来婆母压低了却依旧尖利的声音：真是个搅家精，娶了她真是倒了8辈子霉。还是楚楚那孩子好，知书达理，温柔体贴，若是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也不想听了。我走到梳妆台前，看着镜中面色平静的自己，这傅家的脸面我不要了，禁足的日子清静的可怕。府里的下人都是见风使舵的，见我失了势，送来的饭菜一日比一日潦草，起初还有个温热，后来便只剩下残羹冷炙。我的贴身丫鬟清和气的直掉眼泪：小姐，他们也太欺负人了，我去跟他们理论。我拉住他：不必和一群下人计较，平白失了身份，清和跺脚。可是没有可是，我打断他，把门关好，随他们去。我不信傅谨言会让我饿死在这里，他要的不是我的命，是我的屈服。果然，到了第5日，傅谨言来了。他推门进来时，我正在临摹一幅母亲留下的《寒江独钓图》。他看着满室的狼藉和桌上未动的冰冷饭菜，眉头紧紧皱起。你就吃这些？我头也未抬，淡淡道：有劳夫君挂心，我还不饿。他似乎被我的冷淡刺痛了，声音也硬了起来：沈婉，你到底想怎么样？非要闹得家宅不宁才甘心吗？我终于放下笔，抬眼看他：家宅不宁的是我吗？是你。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若非你拆了听雨阁，怎会有后面这些事？楚楚至今还缠绵病榻，夜夜惊悸，你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我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只觉得可笑。他病了，与我何干？你，傅谨言气结，深吸一口气，似乎在极力压抑怒火。我今日来不是同你吵架的。他从袖中取出一个锦盒，放到桌上。这是母亲给你的，说是让你压压惊。我打开锦盒，里面是一只成色极好的羊脂玉手镯，傅家的传家宝，历来只传给当家主母。我看着这只手镯，心中没有半分喜悦，只有无尽的讽刺。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甜枣，这就是他们傅家的手段。夫君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将锦盒盖上，推了回去。只是这镯子太贵重，我如今戴罪之身，受不起。傅谨言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沈婉，你不要不识抬举，我若不识抬举，又当如何？我迎上他的目光，毫不退缩。他死死地盯着我，胸口剧烈起伏。良久，
他像是终于耗尽了耐心，冷笑一声：“好，很好。”他拿起锦盒，转身就走。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来见我。门被他用力甩上，震得窗棂都在发颤。清河担忧地看着我，小姐，我摇摇头，重新拿起笔，可心却再也静不下来了。又过了几日，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门外，是林楚楚。他依旧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脸色比之前更苍白了几分，手中捧着一个食盒。表嫂，我听说你这几日都没怎么用膳，特地给你炖了些燕窝粥。他隔着门，声音细细的，带着惬意。守门的婆子显然得了授意，并没有拦他。我走到门边，冷冷地看着他，我不想见你。表嫂，他眼圈一红，渲然欲泣。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表哥他也是一时情急，你别怪他。他这惺惺作态的样子让我觉得恶心，滚！我只说了一个字。林楚楚的身体晃了晃，像是受了天大的打击。她咬着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在这时，我眼尖的瞥见她皓白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镯子，正是前几日傅锦言拿来的那只羊脂玉镯。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原来他不只是收回了镯子，他还将它转赠给了林楚楚，那是傅家主母的象征。他是什么意思？我猛地拉开门，林楚楚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手中的食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燕窝粥洒了一地。她惊呼一声，下意识的后退，却像是脚下不稳，直直的向后摔去。而她的手不偏不倚，正好撞在了门框上，咔嚓一声脆响。林楚楚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她看着手腕上断成两截的玉镯，随即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啊，我的镯子！”几乎是同时，傅锦言的身影从不远处的月亮门后疾步走出，他脸上带着滔天的怒意，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我们面前。他看也没看地上的狼藉，只看到林楚楚手腕上破碎的玉镯和他满脸的泪水。沈婉，他怒吼着，双目赤红，然后他扬起了手，啪，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痛瞬间蔓延开来，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眼前阵阵发黑。我听见他暴怒的声音：“毒妇，你竟敢毁了传家宝，我杀了你！”整个傅府都震动了。我沈家嫡女，傅家明媒正娶的当家主母，被丈夫当着下人的面掌掴在地，起因是我蓄意毁了傅家的传家宝。没有人听我解释，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听。在他们眼中，林楚楚是柔弱无辜的受害者，而我是面目可憎的施暴者。我被关进了柴房，阴暗潮湿，散发着腐烂的木头味，门被重重锁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坐下，脸颊依旧高高肿起，火辣辣的疼，可这点疼远不及心里的1/1000。我从没想过傅锦言会对我动手，那个曾经在桃花树下许诺会护我一生一世的男人，亲手给了我最屈辱的一巴掌。为了另一个女人，为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我们之间的女人。夜深了，柴房的门被打开，傅锦言走了进来。他身上带着酒气，眼神却异常清明。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只卑微的蝼蚁。知道错了吗？他问。我没有回答，只是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我的沉默似乎又一次激怒了他。沈婉，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他蹲下身，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与他对视。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小姐吗？我告诉你，在这里我才是天。我想让你生，你便生；我想让你死，你就得死。他的手指很用力，几乎要将我的下巴捏碎。酒气混杂着他身上清冽的龙涎香扑面而来，让我一阵反胃。我奋力挣开他，别过头。傅锦言，你真让我恶心，恶心。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低低地笑了起来。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恶心。他站起身，理了理微乱的衣袍，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贵公子模样。楚楚受了惊，手腕也伤了，大夫说需要静养，更需要人悉心照料。我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果然，他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想。从明天起，你去楚楚的院子里伺候。他说的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我却如遭雷击，猛地抬头看他。你说什么？我说。他一字一顿，残忍地重复道：你去伺候他，端茶倒水，洗衣喂药，直到他痊愈为止。让我这个正妻去伺候一个妾室都不如的表小姐，这是何等的羞辱！这比杀了我还难受。你休想！我从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休想！这可由不得你。他上前一步，声音压得极低：你若不从，我就让人打断你那个忠心耿耿的像条狗的丫鬟的双腿，把她卖到最低等的窑子里去。
你若再反抗，我就休了你，让你成为整个金陵城的笑柄。到时候，你猜你那个远在边关的父亲会不会被你气得吐血？他抓住了我所有的软肋，我的丫鬟，我的家人，我的名声。我浑身冰冷，气得发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很满意我的反应。想通了吗，我的好夫人？他俯下身，用那双曾让我心动不已的眼睛看着我，里面却只有冰冷的算计和威胁，去向楚楚磕头认错，求得他的原谅。或许我会考虑让你早日脱离苦海。说完，他直起身，转身向门口走去，高大的身影在月光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将我完全笼罩。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这个将我所有尊严踩在脚下，还要撵上几脚的男人，心底的最后一丝温情也彻底被碾碎成灰。绝望和恨意像藤蔓一样疯狂的滋长，将我紧紧缠绕。就在他即将踏出柴房的那一刻，我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傅谨言。他脚步一顿，没有回头。我扶着墙慢慢站起来，看着他的背影，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你可知我母亲姓什么？傅谨言的身形明显僵了一下，他缓缓转过身，眉头微蹙，眼中带着一丝探究和不耐。你说什么？我问你，我重复道，声音平稳的没有一丝波澜。你知不知道我的母亲，她的闺名姓氏？他大概觉得我的问题莫名其妙。沈婉，你又在耍什么花样？我没有耍花样。我看着他，你只需要回答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傅谨言的耐心似乎告罄，他冷哼一声，我为何要知道一个逝去之人的姓氏？有这个功夫，你不如好好想想明日如何去向楚楚请罪。说完，他拂袖而去，再没有回头，门再次被锁上。我却笑了，他不知道，他竟然真的不知道。傅谨言，傅家，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你们到底得罪了一个怎样的人。第二日，天还未亮，柴房的门就被粗暴地推开，一个满脸横肉的婆子走进来，手里提着一桶冰冷的井水。夫人，该起了，表小姐那边还等着您伺候呢。她语带讥讽，直接将那桶水泼在了我身上，刺骨的寒意瞬间侵袭全身。我冷得打了个哆嗦，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我站起身，任由冰冷的水珠顺着头发滴落。带路吧。婆子见我如此顺从，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又化为轻蔑。她扭着腰在前面引路，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这就对了嘛，早这么听话，何必受这份罪？我被带到了林楚楚的院子，这里原本是府里一处客院，如今被布置的比我住的正院还要奢华。林楚楚正斜倚在榻上，看见我进来，眼中立刻浮现出惊慌和惧怕。表表嫂，你怎么来了？她挣扎着要起身，旁边的丫鬟立刻扶住她。小姐，您手腕有伤，可不能乱动。我看着她那只缠着厚厚纱布的手，面无表情地扶了扶身子，奉夫君之命前来伺候表小姐。林楚楚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得意，随即又被楚楚可怜所代替。这怎么使得？表嫂是主母，楚楚怎敢劳烦您？她嘴上说着不敢，却没有丝毫要拒绝的意思。那个领我来的婆子立刻上前，将一盆脏衣服重重地放在我脚边。夫人，这是表小姐换下的衣物，劳您清洗了。我低头看了一眼，那盆衣服里甚至还有女子的贴身亵衣。周围的丫鬟婆子都掩着嘴，发出怯怯的笑声，这是赤裸裸的羞辱。林楚楚的脸上也露出恰到好处的为难。张妈妈，这怎么能让表嫂做这些粗活呢？快拿开！张妈妈却笑道，表小姐心善，可这是大少爷亲自吩咐的，夫人若是不做，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可要遭殃了。一句话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傅谨言身上，也断了我所有拒绝的后路。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端起那盆衣服，入手很沉，水很冰。林楚楚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胜利的微笑，那就辛苦表嫂了。我端着木盆，一步步走向院子里的水井，身后是他们压抑不住的得意的笑声。就在我走到院子中央时，府里的大管家傅安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他甚至顾不上行礼，直接冲到我面前，夫人，夫人，宫里来人了。我动作一顿，林楚楚和那些下人的笑声也戛然而止。傅安喘着粗气，脸上满是惊惶和不解，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太监李公公亲自来的，他指名道姓要见您。李公公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内侍，在宫中地位非凡，等闲不会出宫，他亲自来傅府，还指明要见我。院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林楚楚。他脸上的得意和看好戏的神情瞬间凝固，转为一丝茫然和不安。我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木盆，直起身，人在何处？在前厅，老爷和少爷都陪着呢。傅安结结巴巴地回答，目光落在我湿透的衣衫和狼狈的模样上，眼中满是震惊。夫人，
您这我没理会他的惊讶，转身就往外走。清河一直被拦在院外的清河立刻冲了进来，眼眶通红，小姐，去把我那件孔雀羽的披风拿来，我吩咐道。清河一愣，随即明白过来，飞快地跑了。张妈妈等人还傻在原地，不知所措。林楚楚最先反应过来，她急忙开口，表嫂，你我脚步未停，甚至没回头看她一眼，表小姐手腕有伤，还是好生歇着吧。等我赶到前厅时，清河已经抱着披风在门口等我。我将那件华丽贵重的孔雀羽披风披在身上，遮住了满身的狼狈和失意，只露出平静无波的脸。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前厅里，我的公公当朝大学士傅正清和傅锦言正襟危坐，脸色都有些发白。主位上坐着一个面白无须、身着公服的太监，正是李公公。他身后还站着2排小太监，个个神情肃穆。看见我进来，李公公立刻站了起来，脸上堆起菊花般的笑容。哎呦，这可不就是沈夫人吗？可叫咱家好等啊！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傅正清和傅锦言也连忙起身。傅锦言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我上前对着李公公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不知公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夫人客气了，快快请起。李公公亲自上前虚扶了一把，态度亲热的有些过分。他转头看向傅家父子，脸上的笑容却淡了许多。傅大学士，傅公子，咱家今日来是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傅家父子立刻躬身，臣等恭听懿旨。李公公清了清嗓子，缓缓道：皇后娘娘听闻，南边洛神坊新出了一批云锦，甚是喜爱，只是那洛神坊的东家脾气古怪，等闲不见外客。娘娘听闻，那东家与沈夫人乃是故交，特命咱家前来，请沈夫人出面代为引荐。洛神坊，傅锦言的眉头皱了起来。那是大周朝最负盛名的锦缎庄，所出布料千金难求，专供皇室与顶级权贵。其背后东家神秘莫测，无人知晓其身份。皇后娘娘竟然说我和那东家是故交。傅锦言看向我，眼中满是怀疑，我心中却是一片了然。我上前一步，微笑道：原来是为此事，能为娘娘分忧，是臣妇的福分。我顿了顿，看向李公公，话锋一转，只是臣妇如今身子不适，恐怕要辜负娘娘美意了。李公公脸上的笑容一僵，傅正清的脸色瞬间变了，急忙呵斥道：婉婉，胡说什么？为娘娘办事怎能推辞？傅锦言也沉声道：沈婉不要在李公公面前失了礼数。我却不理他们，只看着李公公，轻声说道：并非臣妇推辞，只是臣妇前几日不慎落水，染了风寒，又因管家不力，冲撞了长辈，如今正在禁足思过，实在是有心无力。我每说一句，傅家父子的脸色就白一分。李公公是什么人？人精中的人精。他目光在我身上一扫，虽然有披风遮挡，但那湿漉漉的发梢和略显苍白的脸色还是暴露了端倪。他的脸色慢慢沉了下来。竟有此事。他看向傅锦言，皮笑肉不笑地问：傅公子，咱家倒是好奇，沈夫人究竟是犯了何等大错，竟要被禁足思过，连皇后娘娘的懿旨都请不动了？傅锦言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我因为嫉妒拆了院子，说我因为恶毒毁了传家宝。这些后宅阴私拿到台面上，尤其是在皇后娘娘的内侍面前，只会显得傅家小家子气，治家不严。更何况无论如何，他动手打了我，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傅正清毕竟是官场老手，立刻打圆场。李公公误会了，不过是夫妻间一点小口角。婉婉他年轻气盛，下官让他静思几日，也是为了他好，为了他好。李公公的调子扬了起来，尖锐的刺耳，好到让他穿着湿衣来见咱家，好到让他连皇后娘娘的差事都办不了。他冷笑一声，目光如刀子般刮过傅家父子的脸。傅大学士，您是当朝一品，咱家是个没根的阉人，本不该多嘴。可沈夫人她不一样。李公公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他的母亲骆云当年曾于危难中救过先帝与彼时还是太子的金上一命，先帝感其恩德，亲封其为护国夫人，御赐金牌，见官大一级。骆夫人更是凭一己之力创办洛神坊，富可敌国，其商行遍布大江南北，每年为国库所纳税银占了总额的1成。这些事，傅大学士、傅公子，你们知道吗？傅正清和傅锦言的脸色已经不能用苍白来形容了。傅锦言猛地抬头看向我，眼中充满了震惊不解。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我是沈将军的女儿，却不知道我的母亲是那位传说中的护国夫人，富甲天下的洛神坊东家，而我
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李公公看着他们失魂落魄的样子，嘴角的讥讽更甚。皇后娘娘说了，她请不动骆家的女儿，是她没这个颜面。但这富家竟敢将骆家的女儿当成寻常妇人一般搓磨进族长过，他拖长了语调，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咱家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呐。傅正清的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傅锦言的嘴唇哆嗦着，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迎上他的目光，心中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荒芜的悲凉。傅锦言，你现在知道我母亲姓什么了，可惜太晚了。我对着李公公再次俯身，有劳公公走这一趟，还请公公回复娘娘，娘娘所需允谨，3日之内，婉婉必当亲自送到宫中。李公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立刻换上热情的笑容。哎呦，那可太好了，有夫人这句话，咱家就能交差了。他走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音量说：夫人，娘娘还让咱家给您带句话。娘娘说，骆家的女儿从不受委屈，这傅家若带不下去，和离便是，宫里的门永远为您敞开。我的眼眶微微一热，我点了点头，多谢娘娘厚爱。李公公满意的走了。他前脚刚走，傅正清后脚就扑通一声瘫坐在了椅子上，冷汗浸透了官服。傅锦言还站在原地，失神的看着我，嘴里喃喃自语：为什么你从来没告诉过我？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笑。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的母亲是护国夫人，告诉你洛神方是我的家产。傅锦言，我嫁给你是因为我心悦你，不是为了让你来敬畏我的家世背景。可你呢？你又是如何对我的？我一步步走向他，将他逼到墙角。你宠妾灭妻，偏袒外人，对我掌过禁足，极尽羞辱。在你眼里，我沈婉到底是什么？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眼中满是痛苦和悔恨。婉婉，我错了。我冷笑，你没有错，你只是眼瞎心盲，愚蠢透顶。我不再看他，转身对一旁早已吓傻的管家傅安道：备车，我要回沈家。不，婉婉，你不能走。傅锦言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你听我解释。我和楚楚他放手，我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我不放。他固执地看着我，眼中带着一丝哀求。婉婉，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傅锦言，从你动手打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结束了。我的话彻底刺穿了傅锦言最后的伪装，他眼中的哀求和悔恨瞬间碎裂，化为一片恐慌。不是的，婉婉，我那天是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他语无伦次地解释着，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紧。都是林楚楚，是他挑拨离间，是他设计陷害你。我立刻就把他赶出去。他说着，竟真的转身，对着外面大吼：来人，把林楚楚那个贱人给我抓过来！府里的下人面面相觑，不敢妄动。傅正清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厉声喝道：谨言住口，成何体统！父亲！傅谨言回头，双眼通红：您没听到吗？我们傅家差点就因为那个女人惹上滔天大祸。他指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婉婉她的母亲是护国夫人啊。傅正清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被儿子如此指责，他的老脸也挂不住。够了，家丑不可外扬。他转向我，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和蔼的笑容，只是那笑比哭还难看。婉婉啊，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到这个地步？谨言他也是一时糊涂，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是啊，婉婉。傅谨言也立刻接话，声音都软了下来。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你原谅我好不好？他们父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若是从前，我或许会心软，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一家人，我看着傅正清，婆婆将我禁足时，可曾想过我们是一家人？我又看向傅谨言，夫妻情分，你为了林楚楚打我时，可还记得半分夫妻情分？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你们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我不再理会他们，径直向外走去。傅谨言还想再追，却被傅正清一把拉住，让他去。傅正清咬着牙，低声道：让他回娘家冷静冷静也好，此事需从长计议。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傅府的大门，清河早已备好了马车。我踏上马车的那一刻，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烫金的傅府牌匾，心中一片平静。回到沈家，父亲和兄长早已得到消息，正在门口等我。看到我脸上的红肿还未完全消退，兄长沈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他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婉婉，是不是傅谨言那小子打你了？我点点头，他敢！沈策怒吼一声，转身就要去牵马，老子现在就去废了他！阿策，回来！父亲沈毅沉声喝住了他。沈策停下脚步，回头不甘地吼道：爹！
婉婉被欺负成这样，您就忍得下这口气？父亲没有理他，只是走到我面前，仔细端详着我的脸，眼中满是疼惜。婉婉，跟爹说你想怎么做。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也没有劝我大度，他只是问我想怎么做。我的眼泪在这一刻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爹，我想和离。父亲沉默了片刻，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好，他只说了一个字，却比千言万语都让我心安。他转身对沈策道：去，你和黎叔再派人去傅家，告诉他们我沈毅的女儿，他们傅家要不起了。是。沈策大声应道，脸上满是解气的神色。就在这时，一个下人匆匆来报：老爷，傅家大少爷来了，正在府外求见。父亲冷笑一声，让他滚。他说他把林楚楚给绑来了，任由小姐处置。我心中一动，傅谨言为了挽回我，竟然真的做到这个地步了。他把他的心头肉绑来给我赔罪了，何其可笑，又何其可悲。父亲看向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想了想，说道：让他进来。傅谨言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他衣衫不整，发冠歪斜，脸上还有几道抓痕，狼狈不堪。显然为了绑来林楚楚，他没少费力气。而林楚楚则被2个家丁用麻绳捆着，嘴里塞着布团，跪在地上。他满脸泪痕，头发散乱，看到我时眼中充满了怨毒和恐惧。傅谨言一进门就挣脱了家丁，踉跄着跑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婉婉。他仰着头看我，眼中满是血丝和悔恨。我把他带来了，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打他骂他卖了他都随你，只要你消气，只要你肯原谅我。他指着林楚楚，像是献上祭品一般，急切而卑微。林楚楚呜呜地挣扎着，眼中满是绝望。他大概从未想过，那个将他护在手心、视若珍宝的表哥会亲手将他推入深渊。我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心中没有半分快意。我走到林楚楚面前，蹲下身，亲手拿掉了他嘴里的布团。他立刻破口大骂：沈婉，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傅谨言脸色一变，冲上来就想打他。你闭嘴！我抬手拦住了他。我看着林楚楚，平静地问：你恨我吗？他愣了一下，随即更加怨毒地瞪着我。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为什么？我问。因为我拆了听雨阁，还是因为我让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因为你！他尖叫道：如果不是你，表哥会娶我，傅家少夫人的位置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该是我的。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栖身之所，他想要的是我的位置，是我的一切。我站起身，不再看他。我看向傅谨言，淡淡的说道：你听到了。傅谨言的脸色惨白如纸，他大概也从未想过，他一直怜惜保护的弱女子，竟怀着这样恶毒的心思。婉婉，他想解释，我却打断了他。傅谨言，你把他带来，是想证明什么？证明你和他划清了界限，证明你心里有我。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能为了我把他绑来任我处置，昨天你就能为了他对我长过相向？在你心里，我们女人是不是都只是你们男人用来权衡利弊、彰显权威的物件？高兴了就捧在手心，不高兴了就弃如敝履。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踉跄着后退一步，嘴唇颤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从兄长沈策手中接过那封早已拟好的和离书，走到他面前，递给他，签了他。傅谨言看着那封和离书，像是看到了什么催命符，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我不要他，猛地摇头，眼中满是惊恐。婉婉，我不要和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他扑上来想抱住我的腿，被沈策一脚踹开。滚开，别碰我妹妹！沈策将我护在身后，怒视着傅谨言。傅谨言，我沈家待你不薄，你却如此作践我妹妹。这和离书，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傅谨言从地上爬起来，状若疯魔。我死也不会签，除非我死，否则我绝不放你走。他看着我，眼中是病态的偏执和占有欲。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我从袖中拿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块金光闪闪的令牌，先帝御赐的护国夫人的金牌。傅谨言，我举起金牌，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整个厅堂。你看清楚了，今日我不是在与你商议，我是在通知你。金牌一出，满室皆惊，傅谨言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血色尽退。他死死地盯着那块代表着至高皇权和无上荣光的金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颓然跪倒在地。见金牌如见先帝，他喃喃自语，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父亲和兄长也对着金牌的方向躬身行礼，整个厅堂只有我一人站着。
我手持金牌，一步步走到傅锦言面前。傅锦言，我母亲当年救的是2代君王，这块金牌是先帝的承诺，也是金上的承诺。凭它，我可以向皇家提任何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比如让你傅家满门从金陵城消失。傅锦言猛地抬头，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他知道我没有说谎，骆家的能量，皇家的恩宠，足以轻易地碾碎他引以为傲的一切。不要，他哀求着，声音里带着哭腔。婉婉，求求你，不要。我没有理会他的哀求，只是将那封和离书连同笔墨一起放在他面前的地上，签了它。从此，你我婚嫁两宵，各不相干。否则，我没有把话说完，但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傅锦言看着地上的和离书，又看看我手中的金牌，终于崩溃了。他嚎啕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悔恨、恐惧、不甘，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将他彻底击垮。最终，他颤抖着拿起笔，在和离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当最后一笔落下，他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灵魂，瘫倒在地。我收回和离书，看都没再看他一眼。我对兄长说：“哥，把他们请出去吧。”好嘞。沈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一挥手，几个家丁立刻上前，将傅锦言和早已吓傻的林楚楚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去。傅锦言的哭喊声和林楚楚的尖叫声渐渐远去，厅堂里恢复了安静。父亲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婉婉，都过去了。”我点点头，将金牌和离书收好。是的，都过去了。我和傅锦言彻底结束了。那个温文尔雅的贵公子，那个曾让我心动的少年郎，终究还是被我亲手埋葬在了回忆里，连同那座名为听雨阁的院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的东西，我的人，我的心，皆是如此。和离之后，傅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傅正清被御史连参3本，治家不严，德行有亏。圣上虽未明着降罪，却也让他告病在家，无限期休养。这对于一个事关生如命的大学士来说，无异于政治生命的终结。傅锦言更是成了整个金陵城的笑柄。宠妾灭妻，逼走护国夫人的独女，被沈家一封和离书甩在脸上。他从一个人人称羡的青年才俊，变成了人人鄙夷的渣子。听说他终日酗酒，行销鼓励，再不见半分往日风采。至于林楚楚，被赶出傅家后，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下场凄惨。有人说在城南的贫民窟见过他，衣衫褴褛，与乞丐无异。这些消息都是清河说给我听的，我听了，心中并无波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而我在离开傅家后，正式接管了母亲留下的洛神坊。我不再是傅夫人沈婉，而是洛神坊的东家洛婉。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家族的生意中，南下巡查商铺，北上洽谈生意，将洛神坊的版图又扩大了几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傅锦言，直到那天，在江南的一家茶楼，我正在和当地的商会会长谈事，一抬头就看到了窗外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傅锦言。他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长衫，站在街角，怔怔地看着我所在的方向。他似乎是追着我的行踪，一路从金陵跟到了江南。我微微蹙眉，移开了视线。商会会长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笑道：“洛东家认识那人？那是个疯子，天天站在这里，也不知在看什么。”疯子，我心中微审。一席谈毕，我起身离开茶楼。经过街角时，傅锦言猛地冲了上来，拦住我的去路。婉婉，我的护卫立刻上前将他隔开，他却不管不顾，只是痴痴地看着我。婉婉，你还好吗？他的声音沙哑干涩，眼中满是卑微的祈求。我看着他，神色淡漠。傅公子，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知道他痛苦地闭上眼，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看过了，你可以走了。我绕过他，就要上马车。婉婉，他忽然在我身后大喊：“听雨阁，我把它重建了，一模一样，一草一木都和你母亲的设计图分毫不差。我每天都住在里面，等你回来。”我的脚步顿住了，我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开口：“傅锦言，你以为毁掉的只是一座院子吗？你毁掉的是我对你，对我们这段婚姻最后的一点情分和期待。镜子碎了，可以再造，但裂痕永远都在。院子没了，可以重建，可住在里面的人心已经死了。你守着一座空房子，和我守着一座坟，又有什么区别？”说完，我不再停留，径直上了马车。车帘落下，隔绝了他绝望的视线。马车缓缓启动，我听到他在后面撕心裂肺的哭喊：“婉婉，对不起，对不起！”我闭上眼睛，将那声音彻底关在了心门之外。傅锦言，你的道歉太迟了，你的火葬场也烧得太晚了。我的人生早已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你
只配烂在过去里。再次听到傅谨言的消息，是半年后，兄长沈策从边关得胜归来，我们在家中设宴为他庆贺。酒过3巡，兄长忽然提起，对了，婉婉，你猜我回来路上碰见谁了？我给他斟满酒，随口问，谁？傅谨言。我的手微微一顿，兄长喝了一口酒，脸上带着几分唏嘘。那小子竟参了军，跑到我麾下当了个小兵。我有些意外，以傅谨言那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文弱书生模样，去边关从军。他倒是硬气，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几次险些死在战场上，跟不要命似的。沈策啧啧称奇，要不是我看他眼熟，都认不出来了，晒得跟个黑炭似的。我沉默不语。父亲在旁边冷哼一声，他这是做给谁看？苦肉计罢了。爹说的是。沈策点点头。我问他为何如此，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他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了，就用这条命去守着沈家要守护的边关，全当赎罪。他说他不敢求你原谅，只求你能好好的平安喜乐的过完这一生。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划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热。赎罪？他毁了我对爱情最初的向往，毁了我为人妻的尊严，这份罪他赎得清吗？宴席散后，我独自一人走到了后花园，这里也有一座听雨阁，是父亲在我回来后特意命人按照原样重新修建的。月光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走上阁楼，推开窗，晚风习习，送来阵阵花香。清河端来一壶热茶，小姐，夜深了，风大。我点点头，接过茶杯。清河，你说人真的能重新开始吗？清河想了想，认真的回答，奴婢不知道别人能不能，但小姐一定能，因为小姐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是啊，我值得，我拥有最爱我的家人，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拥有自由和尊严。我的人生不该被一个错误的男人所禁锢。至于傅谨言，就让他在遥远的边关，用他的一生去祭奠那座被他亲手推倒的听雨阁吧。那是我送给他永不熄灭的火葬场。我举起茶杯，对着天边那轮明月，遥遥一敬，敬我死去的爱情，敬我重获的新生，敬这朗朗乾坤，山河岁月。从今往后，我沈婉只为自己而活。窗外一树海棠开得正盛，一如我未来的锦绣人生。